封腾的事也是我的事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丽叔是在暗示什么？还是我想多了？明天我要出国，照顾好自己。多照顾自己。老板也太奇怪了，自从在太湖背我之后，就像是被我上身了一样，这也太奇怪了吧？我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难过，却什么都不做。不过，柳柳和双怡都说的有道理。那个袁丽书态度很明显，是吧？不过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。现在有点能力的男人啊，明明自己已经有女朋友，却还是会不安分地对其他女人放电。刘承浩不也这样？绝对不是这样的，我一眼我就看出来是袁丽书自己上杆子喜欢封腾。你分析分析啊，要是男女朋友说清楚不就完了吗？他干嘛还说，他跟我封腾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他没必要强调这些啊。我也是现在才明白，这男人对女人放电不一定是喜欢她，只不过是想享受暧昧时的成就感罢了。这完全是袁丽书制造的假象。我可是爱情专家，我的话不会有错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只要你不为所动，那老板毕竟是老板，他的私生活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就是袁丽书习惯性的主权宣誓。他对每一个接近大老板的女人都这样，不只是对你。啊？反正不管结论什么样，结果只有一个，就是老板怎么会喜欢我呢？一路顺风。别忘了回诊。生病比上班还要准时，大老板，你这是要逼死我的节奏吗？谢小姐，早餐准备好了，袁小姐来陪你吃饭了。珊珊，早！这么早就过来了啊？我不知道你平时喜欢吃什么，所以我就按照我的方式来准备啊。坐。哇，这么丰盛，你还说多多包涵，我才不好意思呢。那就不客气了。其实封腾呢也是喜欢吃中式的，不过要是他跟我在一块吃，一般都会配合我。哦，封腾是你的，封腾是你的，一边照顾我，一边帮我洗脑。这边也转一下。哦。看看他的。哎，医生，感觉没那么疼了，是不是可以不用上石膏哎？不行啊，伤筋动骨100天呢，还是小心为好。那这样吧，帮薛小姐去上个石膏，啊。麻烦了。薛小姐，您的药。还要吃药啊？可是我吃了药会睡觉的。那就休息啊，药是一定要吃的。不想吃。
吧。谢谢。谢谢啊。这狗皮膏药大有功效，专治跌打损伤、消炎止痛、牙痛、头痛都有效，无副作用哦。我接下来几天贴这个就好，不一定非得打上石膏吧。既然会传照，以后每天在石膏上签上日期后，传照片给我。什么呀？人家腿都打石膏了还要管？有一次他特别坏，他给我们画猫，用那种不能水洗的笔画，画了之后我就没法写，我就不敢去上学，一直哭。我记得。丽叔特别厉害，跟他打架，好几天不理他。哎，你猜最后我爸怎么治他？用不能水洗的笔画胡子，一直画，画到我们俩的印子洗掉为止。对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他做梦人的能力啊，比他经营管理的能力强多了。我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，哎，你们知道这个手势什么意思吗？其实是搭便车，他骗我，他说这个手势可以打到出租车，结果我就发现我打了2个星期都打不到。后来被我知道之后，我就惩罚他，我说那个你必须让我搭你的顺风车，一直搭到我考上驾照为止。医生说你换药迟到了。才过5分钟，脚牙无处不在。风腾说什么？啊，丽叔啊，你跟老板是男女朋友吗？没有，你怎么会这么认为呢？你说我们2个都霸道又好胜，从小打打闹闹惯了，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，那还得了？也是。这几天风月跟我讲了好多关于老板的事情，我觉得你们感情真的很好，像一家人一样。而且你对我也不像才认识几天的陌生人，又陪我去看病，然后又陪我聊天，还带我去回诊。你对我真的很好，我觉得你都快成我的闺蜜了。珊珊，其实你是个挺好的女孩。是吗？谢谢。我已经跟亚典出版社的总编沟通好了时间，这是他的名片。哦，这是见面的地点。哦。哎呦，你这么快就联系好了，你真厉害！我这托朋友找了一圈也没联系上，你这帮了我大忙了，省了好多事儿。你真棒！哎，还有你照顾我们家珊珊，谢谢啊。其实这倒没什么，能不能成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实力哦。我只是牵个线，毕竟这个总编是我大学时的后辈，这点面子他还是要给的。OK， 明白。哎，你等会儿，那个。好的。
东西，家里就是这个多。那个，咱俩庆祝一下呗，我特高兴。来来来，碰一下 ，Real 可好喝了。谢谢谢谢。嗨，对呀，现在快到年底了，每个人的工作量都激增。你就在家好好养一段时间吧。虽然说起来不好听，你就当是老天爷给你赏赐的假期吧。真不好意思啊，我会尽快回去工作岗位的。嗨，没事儿，你就在家好好养一段时间吧。阿佳，赶紧核对一下。哦，好好好，哎，那我先不跟你说了，工作了。嗯，好，拜拜。以我的资历，病假超过3天扣工资。我想回去上班。看你怎么说。我给你1个星期时间，伤没好，扣年终。扣年终？扣年终？1天的工资是4天的工资是，然后我到职4个月，按照比例的话，什么？我年终多了57块钱，57块钱都不放过，奸商，你奸商！春节到了，要回家了。我决定把这4天工资和年终奖金全部攒下来。各位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周小薇，从今天开始接替陈娟的位置。请大家多多关照了。哇哦，这周小薇的气质和美貌，入职集团秘书处也绰绰有余了，到财务部真的是大材小用了。珊珊，以后她就是你的主管了。你好，我叫薛珊珊，请多多指教。别这么说，以后要麻烦你了。哎，没有。谢谢科长。不客气。他是本科和研究生，我后来去了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。哇，哎，听说你考取 CPA 资格了？CPA 很难考的，你考了多长时间呀？唉，这些东西啊，花了我1年多的时间，真是越来越不如当年了。哇，那你为什么不去会计事务所啊？陈娟就是考上 CPA 去事务所的。这个嘛，是集团主动联系我。既然集团这么有诚意，还开出了一个我无法拒绝的薪资。哇！哎，那你好啦，快回去工作吧。是集团主动征才，那应该也不会待这位子太久了吧？很快就会升迁了。CPA 是吗？哎，看来不能只是跟老板斗气，我也应该斗一下智。
哎呀，双姨最近这几天不让我去家里，她说家里女客众多。哎，你的脚不是受伤了吗？怎么还有客人啊？依我看，肯定是老板的妹妹风月小姐，还有那个袁小姐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厉害吧？这是我是猜的啦。其实啊，员工旅游那天我们就已经知道了，你之所以跟老板走得那么近，是因为你给老板的妹妹风月小姐献过血，因为你们都是稀有的熊猫血。大家都知道啦。大家都知道我当血牛的事儿了。哎呀，什么血牛不血牛的，我们啊都觉得你特别牛。就是，我跟你说，双姨早就跟我说了，但是我知道你不想让别人知道，我就一直憋着没有说。哎，其实珊珊啊，我觉得你人特别好，又善良，而且还不求回报，反正总之就是一件好事儿啊。对，好人呢一定会有好报的。你能够因为这样认识老板一家人，实在是太幸运了。就是什么幸运呀？也不是我故意掖着藏着，只不过这件事关系到风月小姐的隐私，我也不好四处张扬。可是，难道你不觉得这就是你跟老板之间的缘分吗？我怎么觉得老板对你有着非一般的感觉啊？你可别瞎说，你可别乱说啊！这要是传到别人耳朵里，弄得整个办公室都流言蜚语的，老板肯定会生气的。不好，千万不要乱说。我没有乱说。员工旅游那天，你跌到坡里面，老板的反应大家都看在眼里的。你想啊，一个大老板怎么会因为一个小小的员工受伤而那么紧张嘛？我们不是还因为你提早结束了行程吗？我又不能告诉阿佳，老板是因为自己捉弄人好玩才会紧张。要真对我不管不顾的，有失老板的风范嘛。哎呀，又换上了，这么快啊！小声点，都不好意思了。哎，我没别的意思啊，我就是说恭喜你啊，谢谢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次你可能得剖腹产吧，你可得好好准备一下，不能像之前那样，那临时找血太吓人了。上次多亏了珊珊呢。这次你也放心吧，我这随时帮你储备着呢。不过，我有一个小要求。什么？求求你了，不要再让我吃猪肝饭了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，知道了。三位美女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哎，严总。哎，你坐下，别站起来。哎呦，什么时候了这个？不好意思，我先去一趟洗手间啊。好，我陪你去。没事，慢点哦，慢点。哎呦，怎么样，珊珊？脚好点了吗？啊，已经好多了，只要不蹦蹦跳跳的话，就已经不疼了。啊。我刚才听风月姐说了你们的好消息，恭喜你啊！辛苦的是我老婆，她还想说去欧洲呢。哎，她特别喜欢欧洲，我们蜜月就去了那儿。但是后来不是怀第一胎了吗？现在这计划得搁浅了。哎呦，这都有2年的时间了。啊，2年？对啊。我已经跟飞小姐说了，不要再给我送盒饭了，我真的不能再吃了。都说吃什么补什么，你看我面色红润有光泽啊！再这样吃下去的话，我真的要成猪了。他的事情我管不了，你去跟他说。那我怎么联系风小姐呀？他去欧洲了，1个月后回来。两位，你们在聊什么呢？那么开心？聊你想去欧洲的事儿呢。不如我坐完月子之后，咱们一块儿去吧。好啊，快走啦。好，那我们先走了啊。拜拜。好好养伤。难道是老板说谎？老板为什么要说谎呢？不会是因为要给我送盒饭吧？还是老板他喜欢我？
什么？我什么时候回来？不会是明天吧？你不是说1个星期才回来的吗？啊，完了，不会是要被考年终了吧？哎呦，这些人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呢？好像好点了。哎呀！小张啊，哎，大老板他今天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大老板今天回来吗？我没有收到消息啊。啊？哦，那可能是我听错了。啊，没事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还好不是今天，算老板还有点人性。脚是好多了，就是走路还有点跛。站在大厅迎接，站着迎接，怎么想着就有点怪呢？他不至于为了57块钱让我在大厅走台步吧？谢谢啊。确定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帮你准备轮椅的。啊，不用，这都几天了，很快就好了。哎，齐帅，小张，你不是说今天老板不回来吗？那齐帅他们怎么会出现啊？是啊，那应该郑总他们先回国了吧？老板身边的人真是不可小觑，老板也许就站在大厅等着我走进去呢。刚刚还要我坐轮椅，那不是要我证明不能站着吗？实在不能信任。哼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用走着进办公大楼。各位，有些紧急情况，今天下班以前，我们要重新盘点整理2家子公司的资产和现金流，麻烦大家了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国税局查账吗？大概是吧。上面交代下来的情况紧急。怎么选这个时候？忙都忙死了，累死了。抽查就是要来个出其不意，啊，好，动起来吧，动起来啊！国税局查账，是整个集团得查吗？这么大动作，连我这个小财务助理也知道不简单。哎呀，尤其是在老板不在的时候。对呀，老板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不在呢？把文件给你看一下。哦，好的。珊珊，这些资料你拿去复印一份。啊，好的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没关系的，我可以的，就动作缓慢了一点。那你自己小心点儿。哎，周小薇是新来的，她还不知道珊珊的靠山是老板呢。瞧她那样子，还真有主人样。人家不是说了吗？是集团找他，集团谁找他还不知道呢，说不定啊又是哪个高层。哎，别多说，赶紧工作。哎，打印机先给你用吧。谢谢啊。没有关系。KM 的并购案已经宣告失败，老板在机场忽然失踪了。我也听说了，老板登机以前啊，突然传讯让郑琦先回来，
然后就没有回应了。哎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散心，这不是老板的个性啊。哎，不是散心，那是什么呢？听说这是老板最在意的一次并购案，忽然搞民航，这会儿又面临查账，这局面实在是太诡异了。连郑琦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，严总着急着呢。哎，你说这集团是不是查出什么不法了？嗨，这也不至于吧？我看可能是巧合。你看，郑琦不是回来了吗？严总也是正常上班。再说封家在商场上那是老字号，不至于那么容易出事的。哎，但愿如此吧。是啊。迷航，失踪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昨天晚上不是说要等他回来迎接他的吗？珊珊，今天怎么这么晚过来了？现在才下班啊？今天特别忙。哦，我是看新闻了，说今天集团好像被抽到查账了，是吧？啊，都出新闻了。这么大的集团，当然一举一动都会被记者盯着啦。不过呢，每隔3、4年啊，国税局都会抽一次账，这很正常。你要喝什么？我帮你叫杯咖啡。哦，不用了，小张在外面等我呢。我来就是想问你一件事儿。你说。看丽叔这么轻松的样子，老板应该没事儿吧？老板他现在在哪儿啊？封腾啊，他不是在韩国吗？你不知道？什么呀？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我听到公司，一些人说他离开韩国了，但是他没有回国。哦，他有自己的行程。自己的行程？私人行程。珊珊，你这么关心封腾，你怎么不自己发个短信给他呢？我只是一个小员工，怎么敢去过问大老板的私人行程呢？你是不是喜欢封腾啊？上次你问我跟封腾是不是男女朋友的时候，我就想问你了，你是喜欢封腾吗？没有，怎么会呢？你给我灌100斤信心，我都不敢痴心妄想喜欢大老板呀。好了，我就是，你就当我是一个八卦小员工吧。我就是今天在公司听到一些关于老板说失踪啊，还有什么迷航的一些风声，就想来跟你打听一下。那这种风声实在是太好笑了。对，说的也是。你可千万别跟风月说啊，就免得他担心。当然。是啊，我何必要这么紧张？我只是个领薪水的小员工，集团这么大，就算老板换人了，依然还是会运作下去的。有什么问题，应该是高阶主管们该担心的，不是我。我真的是太杞人忧天了。
蟋蟀，哎，珊珊，你脚怎么样了？不好意思啊，最近太忙了，都没时间看你。啊，没事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蟋蟀，我能问你一件事吗？你问吧。你真的不知道大老板他到底在哪里啊？你听说了？唉，这次对他的打击的确挺大的。原本还以为可以信心满满的并购韩国 KM， 没想到美国艾索尔这么一插手，整个计划都泡汤了。我想他现在肯定不好过。那他到底在哪儿啊？我要是知道就好了。不过别担心，受伤的狮子最不喜欢被人看到了，一定会自己躲起来，慢慢的疗伤。等他自己扛过去了，肯定又会意气风发的出现在我们面前。风腾不在，我们才更需要众志成城啊，对吧？行了，没事，我先去忙去了啊。受伤的狮子实在难以想象，我之前竟然还为了57块钱跟老板怄气。他这么一受伤，可是几个亿的事情，事关几千个员工的薪水跟年终奖啊！不过，老板这种巨大的伤势，不是我们这种小员工可以抚平的。这个账目每一笔支出和进账都清清楚楚，怎么就对不上呢？你再对几遍不就对上了吗？再来一遍，再算一遍好吗？齐帅和严总日以继夜的奋斗，老板还是没有出现。齐帅说的对。身为员工，不就是这样的吗？爱情是太过复杂的游戏，一投入就害怕失去，怕受委屈，怕太着急。不过，人跟人相处总有一些感情在。即便是老板那么冷血的人，得到一个小员工的慰问，应该也会开心的吧？明知道和你没有输赢，可想你还是禁不住。我好啊，你好吗？我会站在大厅迎接你。